嗨，我是老板。上一集我们讲到有没有怕老的问题，这一集我们来讲一下中年危机吧。那中年危机其实不是中年人才要知道的，是早一点知道比较好啦。早点知道，早点避免。对，因为早点知道，你还可以赶快阻止。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下说，35岁以前最好可以知道这些事情。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好，我们当然不是要鼓励什么年龄的迷思或框架，或制造更多的焦虑。我想讲的并不是你可能往常容易看到的什么35岁以前要完成的10件事，不是，是让你知道中年的时候你可能会面临什么状况，来决定你现在要不要这样过日子。第一个是中年的时候，其实你的体力会急速下降。现在年轻的你是绝对不会有感觉的，因为年轻力壮的时候，谁会想到以后自己变怎样呢？我也没想过，好不好？那我现在已经40岁了哦，我跟你说，我带着25岁的出差小编跟我出差的时候，要扛很重的行李啊，然后又没日没夜没睡觉，一直到早上啊，整个都腰酸背痛，然后超累。我就说，很累哦，你自己要多休息，有没有很超？因为我很怕他受不了。他说哈，没有很累啊。我说我们这样从早上这样下飞机，然后这样扛行李，然后一天，然后到现在这样。他说还好啊，没有很累啊。我整个已经腰酸背痛脚麻哦，我快要不行了。我想说完蛋了，他这样第一次带出来，他行不行？他整个怎么？这就是35跟25岁的差这个10岁，他的体力就是很好，而且他还觉得很新鲜、很开心。然后他只要再喝一下咖啡，他又可以再继续了。可是我已经想回饭店睡觉了。然后我就想，对吼，我当年24岁、25岁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用睡觉，而且我应该也是像他这样年轻力壮，就觉得很好玩啊，怎么了？你在说什么？不会累啊？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累啦，没有累这件事啦。可以玩通宵，而且也很好睡。对，累了啊就真的睡啊，起来又一条活龙哦。现在你试试看，很累的时候睡不着嘞你啊，起来还是有一些不行。好，所以如果你是做劳力类型的工作，你是没有办法做一辈子的，你知道吗？因为你会越来越累，越来越辛苦，越来越不舒服，你可能没有办法这样超一辈子哦。所以要想一下，如果你中年35、40、45的时候，你还要做着现在工作强度的东西，你的身体没办法的时候怎么办？你有没有别的出路？这是年轻的时候就要想到。第二点，35岁以后，你可能有家累，尤其是女生对家累的反应会更大。虽然我们现在强调两性平权，可是大部分女生要面临可能要辞掉工作回去带小孩，可是多数不会是男性要辞掉工作回去带小孩，对吧？对。当然，你也可以说是男生赚比较多，所以大家不会期待男生要去带小孩。可是老实说，就算你们赚的一样多，大家还是期待女生要去带小孩的。这就是一个比较不公平的现实。你疫情停课的时候，那时候就知道，都是妈妈冲去接比较多。对啊，像我们公司女生多，一旦有生病啊，小孩生病什么，都是老公正常上班，然后妈妈去处理，所以要请假通常都是女生。大部分我没有说全部，但大部分，那女生就要想一下，那你会被迫放弃什么？你可能会不能工作，或是不能做很重要的工作，或者是常常要请假。那你常常请假，公司可能也不会把很重要职位给你，你可能要被迫放弃一些机会，就会薪水不高，薪水不高，不被重用，或无法升迁，或奖金不高等等。那有没有阻碍到你的职涯？有，肯定有嘛。那如果你又辞掉工作回去带小孩，影响什么？家计可能会没有自己的存款，可能会影响你跟伴侣的状况，因为也有一些伴侣可能就会误以为你是没有价值的人，觉得是靠老公的人，就因为你被迫要在家里带小孩，你不一定是愿意的，但是它就是影响你接下来的所有财务了嘛。那你有时候在婚姻里面的选择权，你可能就变少了，所以女生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哦。不要再以为事业对女生不重要哦。天哪！我再举一个我的例子，有一次我要出差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小孩好像4、5岁还是5、6岁，肠病毒。然后前几天就新闻有肠病毒致死的案例，我当时超害怕的。我本来想要晚1天出发，想说陪他，因为他在医院打点滴。可是晚1天完全没有航班，所以要晚就要晚2天了。可是晚这个2天，我的行程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影响公司很多的事情。当时后来还是决定当天飞。然后因为我妈也在照顾他，医生也说没有任何生命危险，就是比较不舒服，还在打点滴而已。身为一个妈妈，我当时真的很担心孩子。我在机场的厕所里面一直哭，因为我就一直觉得为什么我的孩子在医院肠病毒，然后我身为妈妈没有办法在旁边陪伴他，我竟然还要出差。我当时心里就过不去，就觉得我是不是坏妈妈，我是不是一个不 OK 的妈妈。我就在机场一直哭，没有办法止下我的泪水这样。可是我有出差的小编跟我一起飞，我又不能让他们担心，因为我不想让他们觉得老板现在心情很忧郁很不好。他们也会整场都跟着我一起很难过的，所以我都躲在厕所里面哭，然后装作没事再出去。我当时就觉得，连我这么坚强的人我都这样子了，更何况如果是很多更年轻的人，他们要怎么面对这一切？所以我完全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妈妈会辞掉工作带小孩，因为有时候小孩生病或状况很多，包含我有朋友他的小孩是过敏儿什么，他不自己顾他真的过不去。
他真的没有办法好好上班，所以你会受到很大的折磨。有小孩的情况下，我不敢说不影响你的工作，一定会影响的。会不会妈妈在上班的时候就会让主管觉得你不够专心？所以我比较建议你要趁年轻的时候打下江山，自己变主管。应该说，你可不可以努力个10年，让自己在需要负担孩子这么多事情的时候，你是一个可以有选择权的职员。什么叫有选择权？就是资方不会因为你要请个1-2天假就觉得你没有产值了。所以我们工作能力如果比较好的话，公司就会比较支持我们。你是没人才，公司一定不想要因为你只是暂时性的这样，然后就要失去你，反而是会很怕说我要去当家庭主妇了，我不要工作了。可是公司很需要你，就会说你先把小孩处理好，或者是你要不要早点下班，然后让你可以早点去接小孩，或者是说，你可以居家上班，公司会给你最大的支持。为什么？想留住你。你要成为这样的人，得到公司的支持，你在中年的时候想要 handle 家庭的时候，就会比较有自由度。因为你是个有价值的人啊，好好上班啊。其实选择权都是自己努力来的，真的是这样。只要你是没人才，公司一定是想抓住你的。可是如果你可有可无，然后你又要分心的时候，公司很有可能主动选择不要你啊，对不对？第3点，35岁以后，其实你对资方是高成本人员哦。再怎样也有3年以上的年资吧，就算你一直跳来跳去，你应该会有很长的特休吧？可能会有14天的特休，甚至到20天的特休，你会逐年福利是越来越好的嘛。然后薪资水平也可能也越来越高了嘛，这个对你自己来说当然是好事，以劳方来说是好事，可是对资方来说，他要请你的成本比较高。那如果你的产值是跟那时候25或28岁的年轻人产值一样的时候，然后你体力却比较差的时候，我刚刚讲的第一点，或学习能力比较慢的时候，你会不会成为公司比较想换掉的人？会耶。如果你以资方立场想，你有可能就会觉得，那这个人成本太高了。所以你有可能就会转而请比较年轻的人来取代。我举一个例子，我看过一个老板，他说他都只用30岁以下的年轻人，因为他说成本就是比较低。为什么？他指的是起薪、年资、特休、产假这些全部加起来的话，年轻人相对成本会比较低一点。然后因为他的公司的事情是难度不高的，它是实体店的服务业，所以一进来其实一学就会的东西，不会因为你的年龄就会变成好像比较厉害。所以会怎么样？年资变成好像没有很重要，所以他就永远都在用年轻人跟新鲜人，然后他就会一直把30岁以上的人换掉。如果是在这样的公司上班怎么办？你有想过你们公司会不会是这样的？所以发现自己的公司是这样的话，就是要边做边学。你可以观察一下你们公司里面有没有什么职位不是这样容易被取代的，你有没有办法争取到那个职位？例如可能是管理职，尤其是像这种服务业啊，也许你是 sales 啊，还是你是餐饮业啊，年轻人都可以学。好，可是如果你是 top sales 呢，你肯定不会很轻易被换掉。没有他。对，因为你的业绩很好，甚至可以带一批人，可以有管理职的时候呢，可能又不一样。你有可能是变成讲师，有可能是变成店长，有可能变成副店、店经理都有可能，这就是有点变成管理职了。可是如果你是到了35岁、40岁，你做的是跟刚进来25岁年轻人一模一样的事情，然后你的体力又没有比较好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有危机了？但如果你会的是他们现在当代年轻人进来不会的，就有差啦，你的经验值就派上用场了。如果你的公司处于这样的状况，你可以观察一下，我是不是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慢慢走向那样的职位，我就比较不会有被换掉的机会，或者是也可能是从跳槽开始的。这个公司是这样，但是你学到了什么？你可以跳到别的公司当店长。所以要小心，如果你在中年的时候是一个高成本人员，要注意自己的产值有没有跟上，比较不会有中年危机。因为很多人都是中年突然失业之后发现，那我现在要干嘛？找不到工作了。对，然后你会的都是年轻人的工作的时候，你的年龄却不被录取了。然后你就会觉得惨了，我现在突然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们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嘛？好，第4点，35岁或40岁的时候，你可能是上有老下有小哦。你现在年轻人绝对没感觉。我跟你讲，在我们这种40岁、45岁的这个族群，开始爸爸妈妈生病了哦。这是我成为40岁之后受到最大的打击。我身边40几岁的朋友，有的爸爸妈妈开始生病跟开始走了哦。心理负担以外，还有很多手术啊、医疗的负担，然后同时你的小孩还小。你是上跟下都需要你支持哦。那这样真的是会无心工作耶。可是你这时候可以无心工作吗？你知道开销有多大吗？你这时候才是最需要钱的时候。对，所以不要在这个时候才发现，我年轻的时候应该好好工作，来不及了啦。可是因为你现在很年轻，你有着年轻的红利，你爸爸妈妈还在给你钱，你爸爸妈妈还很年轻力壮，然后你也没有小孩的开销，你会觉得干嘛跟我讲这些？可是你遇到的时候来得及吗？来不及，真的来不及，因为爸爸妈妈老了病了，小孩又还小嗷嗷待哺的时候，这时候你中年人真的好苦啊。对，觉得被夹扁了。对，会被压扁，你热压吐司，我跟你讲。手术费、医药费、保险费，甚至有人要请1个月好几万的看护，或是住院费，
然后小孩幼稚园、保姆、安亲班，天哪，被钱追着跑，对，所以这时候没有一点家底的人，然后万一你又发生刚刚的第3点，高成本人员被处理掉怎么办？你有想过吗？天哪，有人就因为这样变成要借钱度日哦，因为他突然顿失收入，然后上有老下有小，然后这个开销都停不了。对，所以这就是35岁以前要知道的事。恐怖哦！你们别被我吓到我。好好认真想。所以现在那么多人不婚不生，就是因为觉得，哎，能养活自己已经了不起了。你开始会怀念你年轻时候的叛逆、自由自在，想干嘛就干嘛，钱都可以花在自己身上，也没有存钱的压力，月光也很爽，没有家庭的责任跟包袱，想喝醉就喝醉，也没有小孩要陪。你试试看中年的生活，哦，痛苦，会不会吓到大家？怎么办？我害怕变老了。上一集再看一下。第5点，35岁以后，你已经有10年左右的工作经历了，或者甚至是有20年的工作经历了。我告诉你，10到20年，通常你一定会遇到一些时代的变迁，也就是你可能会遇到所谓时代的眼泪。会不会是你们公司的那个产业整个变黄昏了呢？会不会是我们的那个部门呢？也有可能整个部门被拿掉，因为20年的工作期间，一定会遇到一些时代的变革，可能会有一个大幅的失业潮之类的，这是无可预期的。人的一生总是会遇到。我这么年轻，40而已，我已经遇到2008金融海啸，那个时候台湾超多人失业的，可那时候我才刚创业不久，我完全不懂怎么回事。那个时候就衍生出了很多中年男子假装出门上班，不敢让老婆小孩知道，可其实他都去公园闲晃。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听到这些故事，就觉得哇好可怕。可是因为我是年轻人，我其实不太懂那种要假装出去上班的压力，不能让老婆小孩知道我失业。好，再遇到新冠，我才40岁，我已经遇到3个市场很重大的打击了。你们可能就是比较有印象新冠这一次而已，对整个产业跟全世界的影响有多大？接下来是 AI 哦，你怎么样？你一生中总会遇到1-2个，那你年轻的时候肯定无感，中年的时候你遇到看看。可能会遇到个1-2次裁员，或是甚至你们是公司倒闭，或是整个产业链倒闭。如果你是撑着一个家庭的人，你就会有一种抵抗不了大环境的无奈，好渺小，然后无法面对这种社会进步的浪潮，然后前途茫茫的感觉。因为你40、45岁，你可能也会觉得，我现在要学什么东西也学不过年轻人。那我现在茫然，然后上有老下有小，我被很努力，好可怕！我现在一整个脑袋都觉得我的工作好像是会被 AI 取代的。因为 AI 什么都能做，可以回客服，可以产文案，可以写脚本，可以画图，可以设计哦。它全方位，它还有幽默感哦。还要我干啥呢？它不会累，也不用关机哦。哦，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已经不是要跟年轻人奋斗了，是要跟电脑人奋斗。我们要跟无生命的奋斗对啊！对，他不会累，也没有情商问题，不会前一晚宿醉，也不会跟男朋友吵架，他的产值很稳定哦。好恐怖啊！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会面临一种不同的中年危机。我们要怎么办？不要这样，我们这一集的目的不是要打趴大家，是提醒大家，在还可以努力、有选择权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什么学什么。学着怎么操控 AI， 怎么利用 AI。希望这一集告诉大家，35岁以前知道比较好的事情，跟你以往看的那种可能不太一样。然后，如果你有一种很恐慌的心情，把它化为你奋斗的力量吧。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IG哦。